中轴线，一条贯穿北京城700年的龙脊，一组隐藏在天子脚下的风水密码。从元大都到明清紫禁城，历代帝王为何执着于这条看不见的线？2019年，一座形如凤凰展翅的超限度建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拔地而起，它恰好与中轴线、南延线形成神秘的夹角。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精心布局的金石的阵雨？嗨，大家好，我是专注探索世界真相的李某，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大兴机场和中轴线的那些事儿。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但它绝非简单的对称设计。古代堪舆学中，这条线被称为龙脉，北起钟鼓楼，经景山、万春亭、故宫3大殿、前门、永定门，一路向南延伸。您知道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山，在明代其实有一个更霸气的名字，叫镇山。当年修建时，特意用护城河的泥土堆砌出5座山峰，这可不是随意而为之，而是为了用5行之势镇压前朝的王气。更神奇的是，现代卫星测量发现，太和殿正中的龙椅位置与地球子午线的误差仅只有2度，而整个中轴线的走向也暗藏玄机，它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刻意偏离子午线2度10分。这个微妙的偏差，正是古代风水师精心设计的纳气布局，让整座皇城既能镇住前朝运势，又能吸纳天地灵气。1947年，瑞典建筑学家许文龙发现，紫禁城建筑群与天龙座、阿尔法星，中国古代称紫微垣，存在天地对应关系。而中轴线延长线指向河北博陆皇帝城遗址，这里正是传说中皇帝大战蚩尤的中华文明原点。首先来看大兴机场坐标，2019年通航的大兴机场，距离天安门正南16公里，但更惊人的是，它的中心点与中轴线延长线形成19度夹角，这个角度恰好是北京东直日太阳高度角。而航站楼的5指廊造型也被风水大师指出与五龙护珠的格局有呼应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看机场的造型，为什么选择凤凰造型？故宫太和殿几首以龙为首，而中和殿、保和殿的凤凰纹饰始终作为龙的辅佐，但在大兴机场，凤凰成为主角，这或许隐喻着新时代凤鸣朝阳的崛起密码。老李一位懂选址风水的朋友曾经透露，大兴机场选址时曾考虑过龙形方案，但最终定为凤凰，这样既规避风水上的这个龙斗，又形成南凤北龙的和谐格局。现在我们终于走进了机场内部，抬头看，航站楼正中央是一个直径80米的巨型玻璃穹顶。您可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现代版的人造太极图，暗合阴阳给人看到古老智慧。令人惊叹的是，在地下35米深处，还隐藏着一层精密的隔震系统，就像现代版的这个地钉，牢牢稳固着整座建筑。这些设计看似超前，但其实和北京城的历史智慧一脉相承，用建筑的语言默默维系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说明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成就。但是中轴线启动申遗程序时，西方也有学者曾经提出质疑，延伸到大兴机场的新轴线是否破坏了这个遗产的完整性。北京中轴线是世界上无论是文化古都还是历史文化名城中一条最壮美的中轴线。我觉得这条中轴线今天申报世界遗产，只要正确理解中轴线的变化，认为它是不断的适应城市发展、时代发展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是应该得到认可的。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直言说，中轴线从来不是化石，而是一条活着的文明脐带，流言不攻自破。当我们在卫星地图上连接3个点，皇帝城遗址、故宫太和殿、大兴机场中心，会得到一条完美的黄金分割螺旋线。这或许就是华夏文明5000年未公开的终极密码，一条不断生长的活冷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点击左下角的订阅，蒙哥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